迪士尼是每个人童年的梦想乐园，不过当我们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瞬间让人累到梦碎。听说富国岛有个越南版迪士尼，不止免排队，门票价格还只要一半。今天跟着我们创世小夫妻纠察队，看看它到底跟迪士尼像不像呢？影片的最后再告诉你游玩的攻略以及必看的表演秀。搭车终于到珍珠乐园冰湾的，建议大家提前购票，你就可以直接用 QR code 扫码进去。那我们这次是在 KKday 上面购买门票，购票的链接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我跟薛仁也去过东京迪士尼，对迪士尼的第一个印象是人非常多。可是我来这边的时候，发现到好空旷哦，可以好好享受在这边的气氛。如果说你要借脚踏车、雨伞、婴儿推车或是轮椅的话，一进来的入口处就可以跟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就会协助你做租借。珍珠乐园它有水上跟陆地乐园跟一个水族馆。如果说你没有带泳衣的话，一进来有一间卖泳衣的，你要在这边现场买泳衣也行。再往前走一点，手摇饮店，想喝饮料也可以来这边买。对，其实价格不贵，跟台湾的价格差不多。发现它这边的餐厅都是平易近人的，就不是完全卖纪念品那一种。这边的商店有卖小朋友的玩具、粤式面包、珍珠首饰、河粉。这边餐厅价格还不贵，不是像那种有的游乐园啊，里面的餐就会超级贵的。而且走累了可以按脚按摩。这边也有商店是卖越南当地的纪念品，甚至有个小商店可以买零食、泡面、腰果，常见的一些伴手礼，价格没有贵到哪里去。芒果干12万越南盾，而且原来这边的乐园是可以卖啤酒的，太奇妙了吧！穿过欧洲大道，你会看到珍珠乐园的梦幻城堡，在这里除了拍美照，还有精彩的表演秀。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边非常的晒，所以记得一定要带雨伞。正中午的富国岛真的太热了，怕热又不想走路的人有福了，可以选择游园车代步。园区总共设有10个站牌，轻松玩遍每个角落。你知道在这个超热的天气下，最适合待在哪里吗？看到这个超级大只的海龟，就是这里啦！拥有世界上最大水族馆之一的海王宫殿，这边也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表演节目，2点的美人鱼秀以及海底餐厅都在这栋里面，所以我觉得也许你要避暑或是一整个下午你要耗在这水族馆也是非常的适合。那我们进去避暑吧。一进门就看到气势磅礴的海神雕像，背后的巨大水族箱超震撼。玛雅文明的建筑在墙面与柱子精雕细琢的神话故事，让人仿佛置身于海底宫殿。刚走进来啊，看上面有一颗那么大的球，然后这边有水一直往下面泼，好像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如果30年后回来，你要认得我？30年后我要改嫁喽。小只的红鱼，第一次看到小的，特别可爱，特别 cute 哎，嘿嘿嘿，它来跟你打招呼了，它还对你微笑哦。这边是深海区，像潜水艇里面的舱。我来到潜水艇的感觉，很有氛围哎，上面的齿轮还会动。你知道潜艇里面都是这种灯，所以它弄得蛮到位的。这个是石头鱼 ，Stonefish。我只好用念力传输给他，看他会不会有反应。起床，动了，哇，辛苦你了。休息10分钟，移动一小步。好像是寄居蟹在里面。为什么手一直动？是工读生办的？应该是真的吧？但是它动的频率也太一致了啊！你看一下它的机关在哪里，把它按掉。叫工读生出来哦。我们现在要去冰雪世界了。哇，这边特别的冷。哎，有企鹅。Hello。跟他们打招呼。有时候你要开演唱会了，请他们围观过来。是不是在呼叫啊？他好像在召唤大家哎。神秘聚会，好有趣哦。这边有可以喂食企鹅，所以他都会来这边游泳。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他拿那个夹子，我以为他要把那个企鹅夹出来，他按几斤几两去称重，我有点吓到。哦，原来他是要喂食。好近哦！我看你小屁屁，哎呀，好可爱哦！这边是海底餐厅，
非常的热门，很多人在排队。现在是中午吃饭时间。我们抵达海底餐厅的时间是下午1点，需要排队等候，因为距离人鱼秀只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用餐时间会太赶，所以建议大家提早来排队哦。海底餐厅的单人套餐分2种价格，60万或75万越南盾。主餐可以选择牛排或鱼排，素食者可以选择蘑菇起司意大利面。如果说你想要在这边等待表演秀开演，旁边有顶茶可以买饮料，右手边这边还有一间伴手礼，饮料价格都不贵，有茶、饮品、果汁以及热狗堡。刚买了一杯冰咖啡，4万越南盾。这边也有一间洗手间，另外一边还有卖冰棒，3万到3万5之间。爆米花3万块，零食不错哦，可以在这边买零食，然后等待看表演。前面是水族箱，所以反射光我们2个好像刚从阴间出来一样。时长大概是10分钟，其实还蛮快的。然后他们在水中游的那个姿态非常的优美，好好看。再配上那气泡，气泡好像是后面的背景，对这些人鱼是非常的敬佩，很厉害。而且我没想到除了美人鱼，也有猛男鱼，可能怕现场出什么状况，所以有2个潜水员在旁边 stand by。建议可以提早20分钟站到比较好一点的位置。那我自己个人会建议后面一点，看到整个大景。我一直在想，最后的 ending 到底是不是套好了？怎么会刚好有3只鱼，然后一起手拉着手一起出现呢？说实在的，那个画面真的有让我吓到。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了？神降临了吗？怎么这么巧合？那画面很漂亮，潜水员就在旁边制造2道泡沫，我觉得真的太神了耶！那接下来我们是什么样表演？3点还有一个喂食秀。美人鱼秀跟喂食秀，我觉得2个秀都非常的棒，因为还有跟红鱼还有鲨鱼一些互动，那红鱼一直转啊转啊，在正面看到那红鱼吃鱼的画面，那嘴巴好可爱。这整个水族馆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磅礴，人家说硕大便是美嘛，我觉得这个水族馆整个很符合这个形容词。那这边也想要提醒大家，喂食秀不用这么早到，没有像刚才人鱼秀这么多人，所以大概提早个5分钟来这边卡位就可以了。最热的时候我们来水族馆，那现在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热了，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前往下一个景点啦。觉得蛮棒的是，这个乐园基本上任何一个游乐设施都很少人在排队，所以你玩完一次之后可以不断的重复玩。我们现在在维京村这边有一个类似像急流泛舟，现场有在卖雨衣，一件是1万5越南盾。因为我刚刚有问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说玩这个会不会淋湿？他说 yes， 会 very wet， 就提醒大家记得要买一件雨衣再进去咯。你有什么感言？我怕头发湿掉，没有这么夸张啊！最后那边会有一个喷水的地方，在最后还会比较湿，真的不夸张。结束后，我们对面的小朋友立刻又跑回去重玩，我看至少玩了3次吧。现在在城堡的后方要玩恶龙的诅咒，看到后面那个中古世纪那种壁画，就觉得那个壁画好像随时会弹出来。很像迪士尼进去的时候，他会先营造氛围，先让你进入那个世界。坐了那么久摩天轮，唯一做到这一次是有冷气的。大家看往上面看，竟然有冷气。我刚刚还没坐之前想说坐摩天轮，想说会不会太热，但是没想到上面有冷气，真的超舒服。我觉得你可以逛完来这边休息一下，看一看这边美景。你看哦，旁边就可以看到城堡了，非常美。那人家入口的人在干嘛？来一个游行了耶！但是这个游行真的好迷你哦。哇，
后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高尔夫球场，然后上面看这游乐设施都好像小小的玩具哦。在摩天轮的另外一边，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奇景，挖了2块填海，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边怎么那么像很原始的森林，不可思议耶！形成一个很两极的世界，一个是游乐园，另外一个是很原始的地方。来到珍珠乐园，大家应该想说，我要怎么玩这个珍珠乐园呢？给大家我的建议方式好了。一来的时候，在门口这边售票区非常漂亮，可以拍照打卡的地点。拍完照之后进场，走到这边，你又会看到城堡，这又是第2个拍照打卡的地方。再来，早上趁太阳还没有很热的去冒险世界，这边的游乐设施都比较刺激，还有一个摩天轮。那等到接近中午，比如说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最热的时候，你就可以到这边绕到海龟水族馆这里，因为这里的冷气就非常的凉，可以看海洋世界，以及说里面有个海底餐厅，但是海底餐厅它是比较热门，可能需要排队一下。用完餐之后，2点有一个美人鱼秀，那3点有一个喂鱼秀。看完之后，你出来等到这边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热，你就可以到这里的水上乐园去玩。水上乐园玩一整个下午，你在梳洗之后，刚好可以接到晚上6点45，在中央城堡这边有一个闭幕秀。但是因为人潮也还蛮多的，建议大家可能提前个半个小时就到这边来 stand by 准备一下，看完秀之后就可以结束这一整天的行程。因为我们来这边之后发现没有什么遮蔽物，那中午真的会太热，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在很热的时候就跑去玩水上乐园，这样子的玩法可以参考看看咯。因为等一下晚上6点45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个闭幕秀，你看现在前面就有人坐在前面等了。那在等待这段时间啊，你就可以在旁边的摊贩买一些东西。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这边的价格没有很贵，你在这边吃东西也不会有很大负担，就可以来这边买一些小东西吃。看这边的冰沙 smoothie 大概6万块越南盾。我现在在旁边这摊买法式面包，当然最便宜2万盾就有了，6万盾的话就是热狗堡。Có gì ngoài những trang giấy trắng, bởi lẽ những tên cướp biển.我们看完了闭幕秀，大概等了1个小时多，但是我要先说结论，这1个小时多等得非常的值得，超值得。也看过迪士尼烟火秀嘛，我想说，那越南版的迪士尼的闭幕秀它会呈现怎么样子的方式？哇塞，超出我的预期，吓傻了耶，超精彩的。有灯光、演员，加上它水面上还有火焰的喷射，跟一些水舞搭配起来，我没有想到在越南可以看到如此高品质的表演。在现场看好立体，我以为真的有艘船出来了，超强哎！他这个技术真的蛮帅的。它是有个故事的剧情要起承转合，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非常棒的氛围，好感动哦！我就看真的好开心。没想到压轴是放在最后，酒腾到最后才是最香的，从早玩到晚，晚上再做一个这么完美的 ending， 超 perfect。我觉得大家来，就是你行程不要排得太赶，晚上的闭幕秀，拜托你一定要看，你没有看这闭幕秀，你真是白来珍珠乐园了。等等，你知道珍珠乐园旁边还有2个必玩的景点吗？可以近距离和动物互动，不用飞到意大利也能体验威尼斯的浪漫风情。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才不会错过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哦。我是创世小夫妻雪伦，下集见。